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4讲。我们在上一讲小信号方法的基础之上，讨论小信号模型。首先，我们要回顾一下为什么需要小信号模型。这是上一讲最后部分我们给出的一般性的电路，我们可以列写 KVL 方程，那就是我们在上一讲里把这个方程分成了两步求解。第一步就是我们用来求解这个非线性电阻的静态工作点 U0 和 I0， 在那里这个方程是这个的解就是工作点 U0 和 I0， 它对应着这样一个非线性的电阻电路。把这个方程及其解带入到这个方程里面去，我们可以消去静态工作点项，得到一个关于德尔塔 IT 和德尔塔 UT 的线性代数方程组，也就是这个数值在给定了 U0 以后是一个确定的数值，于是它是关于德尔塔 UT 和德尔塔 IT 的线性代数方程组。我们从这个代数方程组出发，可以得到一个对应的线性电阻电路。那么其中把原来的非线性电阻替换成了一个线性电阻，这个线性电阻的阻值就是这个系数的倒数。求解了这两个电路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得到的 I0 和德尔塔 I、U0 和德尔塔 U 相加，得到最终电路的解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就完成了整个包含小信号电路的分析。对于这样一个电路的分析来讲，左边这个电路我们需要用前面介绍的列方程求解法、图解法或者分段线性法。我们现在非常感兴趣的是，能不能够不通过列写这样的方程推导出这样的电路的方法，而从这个原电路出发，直接得到这样一个线性电阻电路，这样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求出德尔塔 IT， 求出德尔塔 UT， 从而最终求出所有的解。那么我们观察这个电路和原来这个电路，它们具有相同的拓扑，唯一的变化是可能每个元件的参数发生了改变，而且也不一定。你看，线性电阻就没有改变，电源发生了改变，非线性电阻变成了某一个确定的值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就以这个思想为出发，探讨在小信号电路里每一个电路元件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。我们首先来看，如果它是一个非线性的流控电阻，那么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不妨画出来它的电压电流关系。甲比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在某一个工作点下，我们有一个小的德尔塔 I 求出它的德尔塔 U， 因此呢，就可以写成德尔塔 U 等于 dF dI， 在 I 等于 I0 情况下再乘以德尔塔 I。因此，这就表现出德尔塔 I 和德尔塔 U 之间一个线性电阻的特性，而这个线性电阻的阻值就是 F 一撇 I0。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。那么与之类似的，如果说这个电阻是一个压控型非线性电阻，那么我们把它的特性也可以画成这样。类似的，我们还是用一个切线的方法，这是德尔塔 U， 这是德尔塔 I。那么一样的，德尔塔 I 就等于 dG du，U 等于 U0 乘以德尔塔 U。那么这是关于德尔塔 I 和德尔塔 U 的一个线性代数方程。这个数值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动态的电导，它就是 G 撇 U0。于是，这就是一个
线性的电阻或者线性的电导。如果你用电导形式来表示，就是这样；如果你用电阻形式来表示，就是1/G per U0。那么沿着这个出发，我们不妨讨论一下，对于一个线性电阻来讲，它在小信号下是怎样的呢？对于线性电阻来讲，不管变化的是德尔塔 I 还是德尔塔 U， 我们都可以发现它的斜率是固定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写成德尔塔 U 等于 dRi dI 在 I 等于 I0时候的值，再乘以德尔塔 I。那么对于 dRi dI 来讲，它在任意 I0时都等于 R 乘以德尔塔 I。所以在小信号下，它依然等效为一个线性电阻，阻值为 R。